友，老夫等你多时。11尊魂幡，你能吸多少就吸多少。本尊一起吸。多谢前辈的3份大礼，前辈有何吩咐？带领我炼魂宗成为6级修真皇。当日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一一清算。遁天为何要送王林3份大礼？王林竟是天选之人，遁天为他驱逐柳眉，宣战朱雀子，还供出宗内大量先祖魂魄让王林吸收。王林正要大战炼魂宗9大化神修士时，一个身穿碧色长袍、头发及腰的身影从血环中来到王林身前。曾牛小友，老夫等这一天已经等了2年。老者深深地看了王林一眼，今日是他们初次相见，他先送王林一份薄礼后再详谈也不迟。说罢，老者声音一改与王林交谈的温和，变得凌厉中带着滔天的杀机与寒芒。柳眉小辈，10息之内滚出炼魂宗万里之内，否则即便你是朱雀子的弟子，老夫也照样杀之。滚！柳眉露出一脸委屈之色，他恭敬地说自己有师命在身，况且也没有惹怒他，何必如此呢？6息。前辈，晚辈若是就这么回去，师尊定会责罚。他若问起，晚辈也只能如实诉说。4息。老者眼带杀机，一杆3丈多高的大旗虚影出现在他手中。10亿尊魂幡。柳眉银牙一咬，身形立刻消失，远远地离开了炼魂宗。老者转过身，曾牛小友，这份薄礼如何？王林苦笑一声，此乃厚礼，但前辈不惜得罪朱雀国，这种行为让他很是惶恐。他当着王林的面赶走柳眉，便是告诉他炼魂宗已和朱雀子撕破脸皮，而这一切的缘由便是为了他王林。王林望向老者，前辈有何吩咐，但说无妨。老者笑着说不急，刚才只是第1份礼物。他知道王林来找他是想要借助威压加快元神的恢复，他的第2份礼物便是助王林完全恢复修为。说罢，一股强大的威压直接压在了王林身上。够不够？王林有一种被无数山峰死死压住的感觉，他体内元神碎片连接之处的缝隙也在慢慢缩小，但他嫌这速度还是太慢。不够！顿时一股比之前还要大出10倍的灵威轰然降临。王林全身的衣服都被血丝浸透，他脸上的2块茶痕迅速消散了1块，他的元神碎片已有1小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。不够！老者哈哈一笑，他已有200多年没有使用过阴变期的仙力了，这第2份礼物他可是下了大本钱。说罢，一股带着仙气的威压降临。5息之后，王林脸上最后1块茶痕崩溃，孙泰的封印也随之消散，他的修为再次恢复到化神中期，甚至比当年还要精进。王林认真地向老者道谢，老者说现在谢他言之过早，他还为王林准备了第3份礼物，不知王林可敢要。随着修为的恢复，王林身上有了一股睥睨天下的气息，有何不敢？老者的第3份礼物是帮王林一举达到化神后期巅峰，至于意境则需要王林自行感悟，他无能为力。老者一把抓住炼魂宗至宝10亿尊魂幡，有此宝在，阴变期的他都敢与问鼎一战。此宝乃是炼魂宗的根本，他在，炼魂宗不灭；他碎，炼魂宗将亡。老者让王林盘膝坐下，而后他手中的魂幡一抖，10个紫金色的魂魄分散在王林左右。这10个魂魄皆是炼魂宗无数年来的阴变先祖。老者让王林等他归西后，也要将他的魂魄收入其中。王林心神一震，心底有了一丝明悟。魂魄身体上突然散发出一股庞大的紫金光线，这些光线交汇的中心正是王林。曾牛，记住老夫的名字，遁天，你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老夫绝不吝啬。王林体内的灵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疯长，很快他就感觉到灵力已经饱和。遁天看了王林一眼，曾牛小友，这第3份大礼你可吸够？王林知道遁天对自己所图绝非简单，他既然已经接受了馈赠，便不会拒绝他的要求，但以他的性子，既然决定相助，就不会让自己吃亏。前辈，我能吸多少
就吸多少，是吗？顿天豪爽一笑，今日这第3份大礼，他绝不吝啬。王林点点头，闭上了双眼。不知为何，顿天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妙。本尊，我们一起吸。远在地底的王林本尊猛地睁开双眼，他眉心的紫色心点不断旋转，缓缓而动。磅礴的灵力以王林的分身为中转，疯狂被本尊吸收。本尊吸收起来比分身要强大无数倍，毕竟古神诀正是以吞噬灵力为生。见王林开始主动吞噬紫金魂魄的灵力，顿天眼睛一瞪，仅仅10吸，魂魄几乎一大半的灵力便被吸收一空。顿天顿时心痛到无法呼吸，但想到自己刚刚的豪言，只好接着心痛。王林并不是贪得无厌的人，在本尊眉心的心点多了一个后，他便停止了吸收。顿天松了口气，连忙将魂幡收好。王林十分感谢顿天的3份大礼，他让顿天有什么事但说无妨，他定会尽全力做到。顿天告诉王林，他所谋之事极大，即便王林不来炼魂宗，他也会外出寻他。先前传出王林杀了炼魂宗化神修士的事，就是顿天为自己外出找他寻的借口。顿天深吸了一口气，问王林可知为何朱雀心到现在为止只有不到10个5级修真国。当年朱雀国来朱雀心时，国内共有6个宗派，而后这6个宗派大量弟子分散，形成了大大小小众多的修真国。6宗派的核心弟子自成一国，封号5级，这也是最早的一批5级修真国，炼魂宗便是其中一个。无数年来，每当有一个5级修真国将要达到突破时，便会被人一夜之间打回原形。朱雀国不允许朱雀心上诞生第2个6级修真国。炼魂宗这无数年中有3次机会可以达到6级，但每一次都毁于一旦。如今更是早已失去国境，只能成为一宗而存在。成为6级修真国是炼魂宗历代的梦想。朱雀国当初在6大宗派的托举下，才一举成为6级修真国，被修真联盟赐予这朱雀心。当年炼魂宗问鼎修士便有3个，其余5个宗派也都分别有数个问鼎修士，但他们再来到朱雀心，却发现这里还有土著仙彝族。11尊魂幡便是在那场厮杀中得以大成，最终他们战胜了仙彝族，但朱雀心却残破不堪。朱雀国的实力更是下降了无数层次，问鼎修士陨落多人。此后6宗派形成了6个5级修真国。第一任朱雀成立了朱雀山，作为整个朱雀心的中心控制点，之后便是所有5级修真国的噩梦。历代朱雀的使命便是阻止任何一个5级修真国晋升至6级。朱雀担心5级修真国反客为主，怕朱雀心不保。王林沉默了一会儿，这些好像和他并无关系。顿天一字一句地说，有关系。王林乃是云雀子选取的4个朱雀继承人之一。顿天拿出一个王林曾经送给那个邋遢老头的帅气木雕，云雀子乃是朱雀子的师弟。王林以为顿天送他3份大礼是因为云雀子，但这只是一部分的原因。即便是云雀子亲自传念给顿天，但凡他不喜，他也不会送后面2份礼。炼魂宗来到朱雀心后，一共出过36个阴变修士，他们的魂魄全都在魂幡之中。顿天是第37个，他的师兄是第36个，而他师兄早在2年前便已身亡。此事即便是朱雀子也不知晓。顿天很认真地问王林，可愿意真正拜入炼魂宗，成为炼魂宗下一任接班人，并以感悟意境发下心誓，有朝一日要让炼魂宗成为6级修真国。为什么是我？顿天选择王林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师兄，他师兄的意境是极为罕见的预知。原本他的寿元还有100年，但2年前他放弃寿元，全力催发意境神通，想要为炼魂宗找出一条未来的道路。虽说最后以失败告终，但他死亡之时，正是王林来到炼魂宗山门外的那一刻。顿天心里清楚，这一切可能是他自欺欺人，但他的寿元也快要断了，他只能赌一次，赌他师兄的意境没有失败，把王林带来。顿天有魂幡在手，并不畏惧朱雀子，但他一旦身亡，炼魂宗就彻底完了，11尊魂幡也定会被朱雀子拿走。顿天答应王林，他寿元断绝之日，便是将魂幡交给他之时。王林摇头苦笑，6级修真国以他的修为难度太大。顿天叹息一声，他只剩下10年寿元，10年内他可保王林平安，10年后便要靠他自己。
他只要王林记住炼魂宗对他没有任何恶意，反倒有送他魂幡之恩就可以了。王林点点头，他会尽力而为。顿天哈哈一笑，他将记录了锁神之法的玉简交给王林。此法乃是操控10亿尊魂幡之术，也是炼魂宗的核心。从今日起，王林便是炼魂宗唯一的核心弟子。此番事了，顿天便要闭关，为10年后魂魄进入魂幡做准备。他让王林最好不要走出炼魂宗万里之外，否则一旦遇险，他可能会来不及赶过去。王林笑着说无妨，他若是连自保之力都没有的话，也活不到现在。他处理完自己的私事后，定会在顿天出关之时赶回炼魂宗。